今天我想跟你们聊聊这身体上的风水。很多人拿起镜子一照，看到脸上长了个点，都觉得碍眼，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，相由心生，命由天定，而运往往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。中医讲有诸内必行诸外，你身体里有什么样的气血，外面就会长什么样的东西。有些特殊的痣，那根本不是你们以为的黑色素沉淀，那是你身体经络气血汇聚的灵气，是老天爷赏给你的饭碗，甚至是祖宗积德留下的记号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个天机泄露给你们，我要把几种绝对不能动的痣讲得透透的，免得你们以后后悔莫及。来，都把耳朵竖起来。我们要讲的第一颗痣，也是现在被误解最深、死得最冤枉的一颗，就是长在脖子后方的痣。现在外面的江湖术士为了赚你们那点钱，给这颗痣起了个什么名字？叫苦情痣。他们忽悠那些年轻的小姑娘、心碎的太太，说：哎呀，你脖子后面有痣，代表你背的情债要在奈何桥上等3年，这辈子辛苦劳碌都是因为它，赶紧点了吧，点了就能斩断情丝，就能享清福了。胡说八道，简直是害人不浅。在中医里，我们看病要看经络，脖子后面正中间这条线是什么？学过针灸的都知道，那是督脉。督脉是什么？那是阳脉之海啊！人的一身阳气都要汇聚在这里。你的脊椎就是你身体的龙骨，而脖子后面这个位置，尤其是大椎穴附近，那就是龙的7寸，是连接脑袋和身体躯干的战略关隘。如果你的脖子正后方长了一颗痣，颜色黑亮或者红润，那是督脉气血极其旺盛的表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这个人的阳气足，生命力强。在传统相学上，这叫靠山痣，也叫屋下藏经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这个人底气足，意味着你这辈子不管干什么，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，你背后都有人撑着。这不仅仅是说你有贵人运，更代表你有主因。你的祖先积累的福德像一座大山一样在后面护着你。我见过很多台湾当大官的，做跨国大生意的老板，脖子后面都有这颗痣。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显山不漏水，甚至有点笨拙，沉默寡言，被人嫌弃说不够圆滑。但你们看，一过40岁，那是平步青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根基稳，地基打得深。在职场上总能遇到大贵人提拔，在生意场上总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。所以各位记住了，如果你脖子后面有痣，别嫌它丑，平时头发放下来挡住就好，那是你的靠山，是你安身立命的本钱，千万动不得。第二个，大家照镜子的时候要仔细找找，那叫眉里藏珠，就是痣长在眉毛里面，平时不注意根本看不见，要用手把眉毛拨开才能看到。古人云：时运玉而三辉，水怀珠而穿媚。真正的宝贝从来不是摆在地摊上叫卖的，而是藏起来的。你看那些暴发户，恨不得把金牙都露出来给人看，脖子上的金链子像狗链一样粗，那种财叫福财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一场大浪就打没了。但是眉里藏珠的人不一样，眉毛在中医里对应的是肝胆，也是相学里的保寿官和兄弟宫。如果你的痣藏在眉毛里，这叫暗财，也叫库中金。拥有这种志向的人深藏不露，哪怕平时穿个大裤衩去买菜，你都不知道他家里床底下可能藏了多少地契和股票。他们的心思深沉，做事有城府，懂得韬光养晦。他们不爱出风头，不爱争名夺利，但心里跟明镜似的。特别是到了变动大的年份，那些平时爱显摆、爱出头的人，往往会成为出头鸟，被时代的风暴扫到。而眉里藏珠的人，因为懂得藏，懂得收敛，反而能避开灾祸，在乱世中闷声发大财。我在这里说一句重话，你们记住了，千万别觉得眉毛里有东西不干净，影响长相而想去弄掉，这是把自己的私房钱往外扔啊，那是你的财库，留好了。第三个，也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，耳垂上的痣。很多人知道耳朵大有福气，那是佛耳，但不知道耳垂长痣意味着什么。在中医里，肾开窍于耳，看一个人的肾气足不足，看耳朵最准。耳朵厚大，色泽红润，那是先天肾气足的表现。肾主骨，生水通于脑，
肾气足的人脑子灵光，智慧高，寿命长。如果耳垂上长了痣，在相学里这叫佛缘，也叫孝顺痣。什么叫佛缘？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家当和尚，而是说你这个人心地善良，心胸宽广，老天爷特别眷顾你，你的前世可能积累了很大的福报，今生是来享福的。这种人往往不用怎么太辛苦的去钻营去算计，他们赚钱靠的是福报和人缘。可能别人真的头破血流抢不到的项目，他去喝杯茶聊聊天，人家就给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觉得他面善，觉得他靠谱，觉得跟他在一块舒服，这就是气场。凡是耳垂有良痣的人，到了晚年基本都是子孙满堂，无疾而终，是非常好的福气。而且这种人特别孝顺，家庭观念重，这在台湾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品质。但是我也要提醒一句，耳垂有痣的人心太软，容易被骗，因为你善良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好人，所以你们要守住自己的心，不要滥发慈悲，借钱担保这种事要谨慎，但千万不要因为怕被骗去点掉它。这颗痣是你累世积德换来的通行证，你把它点了，就是拒绝了老天爷的好意，把自己的福气给堵上了。好，讲完了这3个非常重要的痣，肯定有人按捺不住了。倪医师，你讲了眉毛耳朵，怎么不讲讲鼻子和嘴巴？这可是脸上很明显的部位啊。别急，这就来了。这2个地方可是关系到你们的钱袋子和晚年运，听我细细道来。大家记住，鼻子在中医里对应的是脾胃，五行属土，土生金，所以面相学把鼻子称为财帛宫。很多人觉得鼻子上长痣不好，说是什么漏财痣，这话对了一半，也不全对。如果是长在鼻头正中间的痣，这确实叫漏财。为什么？鼻头是财库的大门，门口要是长了个东西，就像钱包破了个洞，或者是门关不严实，这种人心地好，耳根子软，朋友借钱不懂拒绝，结果往往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如果你鼻头有这种灰暗平塌的死痣，我是建议可以点掉的。但是如果痣是长在鼻翼上，或者是鼻梁侧面，而且颜色黑亮，那叫偏财痣。这种人嗅觉灵敏，我说的是对金钱的嗅觉，他们特别会搞投资，做副业。在台湾，很多股市大户、房产投资客鼻翼上都有这种不起眼的小黑痣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土里藏的金，是有私房钱的象征。你要是把这颗痣点了，那你就是把自己的财运天线给折断了，以后投资理财可能就会变得迟钝，容易被割韭菜。先来看看下巴，下巴在相学里叫地格，管的是你60岁以后的运气，还有你的不动产。如果你的下巴四周，特别是左右两边长了痣，这叫田宅痣。在古代，这代表家里良田万顷，奴仆成群。在现代，这就是代表你有房地产运，或者手下能聚人，能带团队。我有个病人是做连锁餐饮的，下巴左边就有一颗很大的黑痣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这颗痣长得好，底下的人都听你的话，你的店面会越开越多，这种痣千万不能动，动了你的地基就松了，晚年容易孤独，或者房产容易有纠纷。再来说说嘴角，嘴角上方长痣，那叫食神痣。这种人这辈子口福极好，走到哪都有人请客吃饭，也是衣食无忧的象征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是嘴角正下方且颜色浑浊的痣，那叫是非痣。中医讲皮开窍于口，脾气不好湿气重的人，这里容易长恶痣，这代表容易招惹口舌是非，背后招小人算计。这种情况不用急着点痣，你要先修口德，少说八卦，多积口德，这一颗痣的颜色慢慢变淡，煞气自然就化解了。好，刚才我们讲了头面部的显性风水，那是别人能看到的。现在我们要讲讲四肢上的隐性风水，这是给你自己用的。中医讲四肢为诸阳之本，你的手脚不仅仅是用来干活走路的，它们是你身体阳气运行的末端。大家把手伸出来，看看你的手心，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劳宫穴周围或者掌纹的几大主线之间，有没有黑亮或者朱砂色的痣。民间有句老话叫手心有痣，掌上明珠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说女生娇贵，错了。在中医里，手心对应的是心包经，
心包是什么？是心脏的护卫，是带军行令的宰相。如果你手心长了一颗善字，这叫通天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这个人控制欲强，管理能力极强。我见过很多台湾的创业老板，还有那些在科技园区带大团队的高管，手心里都有这颗痣。他们天生就是做管理者的料。别看他们平时笑嘻嘻的，一旦发起号令来，那是令行禁止，威严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包精气足，心神镇得住场。但是我也要提醒一句，手心有痣的人容易操心，容易失眠，因为你什么都想抓在手里，什么都不放心交给别人，容易急火攻心。所以手心有痣的同学，记得多揉揉你手腕横纹小指侧的神门穴，把心火降一降，你的权力才能长久。再来看看脚底板，古书上说，脚踏一心，能管千兵；脚踏七星，统管天下。当然，现在不是古代打仗，你不用去管兵，但在现代社会，脚底有痣，代表你在某个领域能成为领头羊。从中医经络来看，脚底最重要的一个穴位叫什么？涌泉穴。这是肾经的起点，是人体接地气的第一个门户。如果你的痣长在脚底，特别是涌泉穴附近，那不得了，这叫根深叶茂，说明你的肾气是从地底下源源不断涌上来的。这种人耐力极强，抗压能力极强。脚底有痣的人做事最不喜欢玩虚的，他们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哪怕起点低，哪怕小时候家里穷，在菜市场卖菜，他最后也能做成连锁超市的大老板，因为他的根扎得稳，风吹不倒，雷打不动。特别叮嘱大家，如果你脚底有痣，千万不要去穿那种底很薄的鞋子，也不要赤脚在寒冷的地板上走，要保护好你的涌泉，多泡脚，多按摩这颗痣，这就是在给你的肾脏加油。讲完了四肢，我们往中间走，这部分比较私密，你们回家自己洗澡的时候照镜子看。肚脐，中医叫神阙穴，这是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吸收营养的唯一通道，是你的先天之本。如果你的痣长在肚脐眼里面，或者紧挨着肚脐边缘，这叫含珠，这可是大富大贵的象。神阙是什么？是仓库的大门。仓库门口长了棵树，说明里面粮食多的溢出来了。这种人天生口福好，肠胃功能强，除非是恶痣。在古代，这是吃皇粮的命；在现代，这代表你有稳定的被动收入，不用奔波劳碌也能衣食无忧。我有个病人，一位老太太，快80了，肚脐里有一颗大红痣，她一辈子没上过班，年轻时靠老公，老了靠儿子，现在孙子也孝顺她，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打牌，喝喝茶，这就是神阙长珠的威力，天生有人养。胸口，这里要区分一下，很多人说胸口有痣是胸怀大志，这要看位置。如果是长在两乳之间的正中线上，这叫双龙抢珠。这种人确实有野心，心气高，但往往也是心累的代名词。因为任脉主一生之阴，这里气血郁结，容易导致情绪压抑。特别是女性，如果有这颗痣，容易有乳腺方面的问题，要多注意疏肝理气。如果是长在胸部底线，这叫库房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库。在台湾话里，这叫暗库。这种人存钱能力一流，这辈子都不会缺钱花。这几个部位的痣是比较典型的代表，但我知道现在肯定有人在想，尼斯，那如果我的痣长得不好看怎么办？如果是那种凸出来的怎么办？是不是所有痣都不能点？这就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讲讲核心逻辑，为什么我说点痣会破风水，这背后的中医原理到底是什么？还有哪些痣是恶痣必须要除，哪些是善痣绝对不能动，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。首先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，很多人以为痣就是皮肤上长了一坨黑色素，跟斑点没区别。错，大错特错。在中医眼里，人生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就是一个微缩的地球。你的骨骼是山脉，你的血管经络是江河，你的血肉是土壤，那痣是什么？痣就是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植被，或者是山川交汇处结出的灵石。诸位想一想，如果在台湾中央山脉的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里，突然长出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这棵树底下有水，意味着这里的地气旺。风水师寻龙点穴，看到这种地方，那是要磕头拜谢的，因为找到了龙穴，找到了生气汇聚之点。人的身体也一样，如果你的某个部位经络气血运行的特别通畅，能量特别足，它满出来了，它就会在皮肤表面结出一个果实，这就是善治。现在倒好，你嫌这棵树碍事，嫌它挡了你的视线，你拿个激光光滋滴一下把它烧了，连根拔起，你说你干了什么？你不仅是砍了一棵树，你是把地下的水源给堵死了，你是把这里的风水气场给破了。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了，有的人本来身体挺好，把脸上几颗福字一点，没过半年脸上开始长黄褐斑，气色变得灰暗。为什么？因为气口被堵住了，下面的气血运行不通，变成了死水，那能不长斑吗？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这绝不是吓唬你们。当然我也不是老古板，不是说身上所有的黑点都得留着，有些东西它是毒蘑菇，长在那儿确实是身体在排毒，那是体内的痰湿淤血，那种是可以点的，甚至是必须点的。那关键问题来了，尼师，我怎么知道哪棵是摇钱树，哪棵是毒蘑菇呢？来，我教你们一套三字真言，以后你们看人用这3个字去套，一看不一个准。这4个字就是凸、亮、黑。第一，要凸。好的字不管是大是小，它必须是微微突出皮肤表面的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股气是往上顶的，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，它像是一个小山包，里面藏着能量。如果这颗痣是平的，甚至像个坑一样凹进去的，那也多半是色素沉淀，是死痣，没什么大用。第二，要亮，这是最关键的。一颗善痣，你仔细看，它上面是有一层光泽的，像涂了一层油，或者是像玉石一样润泽，这就叫气色。好，如果你看那颗痣灰扑扑的，像涂了一层灰，干枯没有光泽，那是枯死之象。这种痣长在脸上，往往代表那个部位对应的脏腑气血衰败，那是可以点的。第三，要纯，颜色要纯正。如果是黑痣，就要黑得像漆一样，黑得发亮，这叫点漆。如果是红痣，就要红得像朱砂一样，红得鲜艳。如果你身上或者家人身上有一颗红色的朱砂痣，那是有大福气的。一定要好好培养，好好把握机会，不要让他们去那些阴气重的地方，多接触阳光积极向上的事物，他们的运势会像火一样越烧越旺。最怕就是那种颜色混浊的，灰不灰，褐不褐，或者中间还夹杂的白点黄点，边缘像地图一样不规则，这种叫恶痣。在中医里，这种恶痣往往是体内有痰湿淤血的表现，它不仅不招财，还可能预示着身体的病变，这种我看你还是趁早找医生看看，处理掉也无妨。另外经常有学生问我，尼师相书上说男左女右，我看字是不是也要遵循这个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，也是很多庸医误导大家的地方。在中医经络里，左主气，右主血，左为阳，右为阴，这个原则是通用的，但在看字的时候有它特殊的逻辑。对于男人来说，左边代表事业名望，右边代表家庭积蓄。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你左边眉毛里有痣，那是阳明，适合去做官做公众人物。如果你右边眉毛里有痣，那是聚财，适合做生意管家业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右边代表自己，左边代表夫运。如果你是一个女人，你右边脸上有好痣，那是你自己有本事，女强人。如果你左边脸上有好痣，那是你嫁得好，能旺夫。有一种情况非常罕见，也非常吉利。如果你和你老公或老婆在同一个部位，比如都在脖子后面，或者都在手心，长了一颗位置大小都差不多的痣，这叫三生石缘，这代表你们上辈子就是夫妻，这辈子是循着记号找过来的。这种夫妻哪怕吵架吵翻天也打不散，离不开。这种夫妻制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磁场，保护整个家庭的安稳。所以回家赶紧互相检查一下，如果有，那真是要惜福啊。除此之外，之前有人找我说，尼师，我眼角下长了泪痣，听说会哭一辈子，要不要点？我告诉大家，
什么内痔会哭？在中医里，眼下对应的是脾胃和肾的交接区，也是子女宫和夫妻宫的边缘。眼下有痔或者眼袋发黑，说明你体内湿气重，或者子宫前列腺偏寒。这确实代表情路可能比较坎坷，因为你身体湿寒，性格就容易多愁善感，容易在感情里钻牛角尖，动不动就哭。那当然叫内痔啦。解决办法不是去点痔，你把痔点了，你体内的湿气还在啊，你的子宫还是冷的啊。你要做的是排湿暖宫，戒掉生冷饮料，多吃红豆薏米，把身体暖起来。身体暖了，心态阳光了，那颗痣就变成了桃花痣，招来的是良缘，不是孽缘。你要是硬把它切了，反而会在眼下留个疤，那是真的破相了。好，总结一下，凡是凸出来的、亮堂的、颜色纯正的，不管它长在哪个犄角旮旯，那都是你的宝贝，是活痣。凡是平塌的、灰暗的、形状奇怪的、混浊的，那是死痣，是身体的垃圾。讲到这里，为了让你们印象更深刻，我讲个发生在我诊所里的真事儿。一天下午，诊所里来了一位太太，50多岁，穿金戴银，手上的玉镯子一看就是几十万的货色，这本该是个富贵闲人吧。可她一进门，那是哭哭啼啼，满脸的衰败之气。她一坐下就抓着我的手说：尼斯啊，救命啊，最近我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我就搞不懂，上个月还好好的，有天我去美容院，把脖子后面那颗大黑痣给点掉了，结果这个月我老公的公司突然被查，几千万的货款被冻结，我那个在国外留学的儿子昨晚飙车把腿给摔断了，我自己也是去医院检查指标都正常，但就是心慌气短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您快帮我看看怎么办。我听完，我是真想拿手里的书敲醒他。我跟他说，你那个不是苦情痣，那是你这辈子的靠山，那是老天爷赏你的饭碗。你老公能发财，你儿子能平安，全靠你后面这根柱子撑着。你倒好，花钱找罪受，拿激光把它烧了。你这是亲手把你的财神爷赶出家门，把你全家的龙脉给挖断了。他当场脸就白了。诸位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龙脉断了，你再去种树，那能一样吗？这可不是迷信，这是中医，是相学，是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。讲完这个案例，我仿佛都能听到有不少人拍着大腿喊：完了完了，尼斯，你说的那个脖子后面的痣，我10年前就点了，那时候不懂事啊。还有人摸着耳朵说：尼斯，我天生就没长这些富贵痣，是不是这辈子就注定发不了财？慌什么？我常跟学生讲，为医者不仅要能查病，更要能救命。如果只告诉你你完了，那不是医生，那是阎王爷。中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永远给你留了一线生机，先天不足，后天来补，无形坏了，有形来凑。下面就是给你们的后悔药和救命单。不管你是已经把痣点了，还是天生没有，只要照着我下面说的这4招去做，虽说不能让你立马变成李嘉诚，但保你在这个动荡的年月里平平安安，财库充盈，还是做得到的。这些都是外面花钱都买不到的实操干货。第一招，给断掉的龙脉接骨。针对已经点掉痣的人，先解决最紧急的。那些已经把靠山痣、眉里长珠点掉的朋友，你们现在的心理阴影面积我都算得出来。别怕，虽然皮肤表面的那个接收器坏了，但地底下的光缆，也就是你的经络，它还在啊。只是因为你动了刀，打了激光，那里的气血运行受阻了，产生了瘀滞，变成了死结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结打开，重新唤醒这里的气场。怎么做？2个字，艾灸。我一辈子推崇艾灸。艾草是地上的纯阳之物，燃烧之后产生的热力能透入筋骨，那是通经络的神器。具体操作就找你原来长痣的那个地方，通常是在大椎穴附近，低头时脖子后面最高的那块骨头下面，买那种家用的艾条，点燃了，在这个部位做悬灸，离皮肤3搭配5公分，不要烫伤。每天灸个10到15分钟，感觉到热气一直往脊柱里钻，那就是对了。这是在给你的督脉充能。既然物理上的山被推平了，我们就用纯阳之火，在这个位置造一座无形的气山。坚持3个月，
你会发现背后的发凉感消失了，做事情那种心里没底的感觉也会慢慢好转。第二招，借假修真，佩戴朱砂萤火运。针对天生没字的人，那有人问尼师，我没点字，但我天生就没长这些好字，怎么办？简单，天不生，我自造。我们需要给自己身上加一点红色的能量。既然你身上没长出朱砂痣，那我们就挂一个上去。我最推荐的东西就是朱砂。为什么是朱砂？在中医里，朱砂是一味药，入心经，能镇惊安神。在道家风水里，朱砂是吉阳之物，能辟邪挡煞。它的颜色是正红，五行属己火。怎么用？买个朱砂的吊坠，绳子放长一点，让吊坠正好垂在脖子后面的大椎穴位置，或者垂在心口窝。买朱砂手串，男左女右，戴在手腕上。手腕上有神门穴、太渊穴，朱砂在那里摩擦，能把火气源源不断地送进经络。注意要买高含量还原砂或者原矿朱砂，拿在手里要有分量，沉甸甸的，那才叫镇得住场。塑料胶压的那种没用。第三招，最强补天养法，晒背。最后一招也是最厉害的一招，不需要你花1分钱，但效果比吃什么人参鹿茸都要好，那就是晒背。这招专门针对觉得靠山不稳、小人多、身体湿气重的人。为什么晒背能改运？我之前讲了，背部是督脉和膀胱经的所在地。现在的年轻人天天坐在办公室吹冷气，背对着阴冷的墙壁，阳气早就被耗干了，背上凉飕飕的，怎么可能有靠山？具体怎么晒？早上9点到11点，这时候的太阳叫少阳火，生机勃勃，不像中午的太阳那么毒辣。找个避风的地方，把背露出来，实在不方便就穿件薄了深色衣服，背对着太阳坐着或者趴着，晒到背部发热，微微出汗最好。注意千万不要大汗淋漓，那是泄气。晒的时候闭上眼睛，想象太阳的光像金色的液体一样从你的脖子后面大椎穴灌进去，流遍你的脊柱。第4招，食补。既然我们说相由心生，身由食养，如果你天生没有长出那些富贵痣，或者你已经把它们点掉了，我们可以通过吃把对应经络的气血补回来。1. 补靠山气，多吃黑色带壳的食物，黑芝麻、黑豆、核桃、栗子。中医讲肾主骨，这些东西补肾气，强脊柱，脊柱硬了，靠山自然就稳了。2. 补按财气，多吃绿色酸味的食物，乌梅、醋泡、花生、深绿色蔬菜，这些入肝经，能养肝血，肝血足了，眉毛就润泽，财库就丰盈。3. 补火运气，多吃红色苦味的食物，红豆、红枣、苦瓜、莲子心，这些入心经。另外多吃点苦瓜排骨汤，清心火，生阳气。我告诉你，你坚持晒1个月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神变亮了，说话底气足了，那种唯唯诺诺怕这怕那的穷酸气没了。当一个人的阳气足的时候，鬼神都不敢近身，小人自然会退散，这不就是最好的风水吗？好了，技术层面的话说完了，接下来我要讲点真正的高维智慧。很多人问我，尼师，既然智这么重要，那为什么有的人长了一脸好智，还是穷困潦倒，有的人脸上干干净净，却富甲一方？这就涉及到了风水的终极秘密。古人云，1命2运3风水，4积阴德5读书。你脸上的痣属于命和运的显化，但是德在风水之上。我看过太多的病人，有一个大老板，身家几十亿，住的是杯山面水的超级豪宅，脸上的相也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但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才50岁，已经是肝癌晚期了，整个人瘦得像鬼一样，眼神里全是恐惧和戾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家的手段不干净，坑蒙拐骗，甚至害人性命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他住的风水再好，长得再有福气，但他这个人坏了。就像一辆法拉利跑车，零件都是顶级的，但开车的司机是个疯子，是个醉鬼，那这车最后能不出事吗？反过来，我也见过那种乡下的老太太，长得普普通通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富贵痣，家里住的也是破瓦房，但是人家身体硬朗，活到90多岁，
儿孙孝顺，天天乐呵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心善，一辈子没害过人，邻里有了困难能帮就帮，心里没有那些弯弯绕绕的算计，这种心安就是最强的免疫力，就是最好的风水。中医讲心主神明，你的心就是你身体这个国家的君主。如果君主圣明，那么下面的脏腑就会各司其职，身体自然健康，气场自然祥和。如果君主昏庸，心存恶念、贪念、怨念，那么下面就会造反，生癌生病，气场就会混乱。所以最好的整容是修心，把你的嫉妒心、贪婪心、怨恨心去掉，你的脸自然会变得慈眉善目。最好的点字是积德，多做一件好事，多说一句好话，你的身上无形中就会长出一颗心智。因为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各位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我算是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掏出来了，从头讲到脚，从外讲到内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啰嗦？因为我不想看到你们因为无知去破坏老天爷给你们的礼物，也不想看到你们因为迷信每天活在恐惧里。智只是一个信号灯，红灯亮了，你停一停，休整一下身体；绿灯亮了，你踩油门，冲刺一下事业。它不是决定你命运的审判官，它只是你身体忠实的汇报者。记住我的一句话，身体是最好的风水，良心是最好的护身符。把身体养得壮壮的，把良心放得正正的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你也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相逢即是缘，既然你听到了最后，说明你也是个有福之人。现在我需要你们做一个动作，语言是有力量的，文字是有磁场的，我们需要汇聚一股强大的正能量。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善言。如果你身上有我说的那些好字，请打出天选之字，财运亨通，确认并接住这份好运。如果你以前不小心点错了，请打出福随心转，遇难成祥，用你的意念去化解过去的遗憾，或者简单的为你的家人祈福，打出家人平安，诸事顺遂。不要小看这几个字，当几千人、几万人都在这里发出善意的念头时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阳气场，你参与其中，自然能分到一份红火的运气。愿诸位眼中有光，脸上有福，心中有德。我们下期见。